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真正开始觉得人心复杂，往往不是在年轻的时候，而是在某一个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的年纪。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转折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变故，可你却慢慢发现心里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东西，那是一种警惕。你开始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变多，能力也没有退步，可你却更容易感到疲惫。这种累并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心理消耗。你开始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远没有你年轻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多相信一句话，只要我真诚，别人就会真诚，只要我付出，关系就会长久。那时候我们不太防备，也不太设边界，朋友之间可以推心置腹，亲戚之间可以毫无保留，工作上的同事只要一起熬过几次项目，吃过几顿饭，就觉得是自己人。你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，也相信情分能解决很多问题。可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有些关系并不是被破坏的，也不是谁刻意伤害了谁，而是走到某一个阶段自然就变了。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对方也未必做了什么恶意的事，但你们之间的状态就是再也回不到从前。那种变化往往来得很安静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翻脸，却让你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位置上了。于是你开始变得谨慎，说话会留3分，情绪会收1半，心里的想法也不再轻易说出口。不是你学会了算计，而是你终于发现人心本来就不是单一的。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看清人心，往往不是因为听懂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经历了一件很具体很现实的小事。可能是一次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机会，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别人拿走。也可能是一次关于钱的事情，让你突然看清了某段关系的分量。又或者只是一句不经意的话，让你意识到在别人眼里你早已被重新定义。事情本身未必有多严重，但它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很清楚的痕迹。你会开始反复回想，原来他是这样想的，原来在他眼里我是这个位置。那一刻你往往不会愤怒，而是沉默，因为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你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迹象，只是以前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看不见，而是选择不看，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感情而不是规律，更愿意相信关系本身而不是现实条件。我们太习惯用情绪去理解人，却很少用理性去看关系。可现实世界并不按照情绪运转，它只遵循一种东西，规律。人一生最大的误解之一，就是以为人心是稳定的。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如果现在这样，将来也会一直这样。可实际上人性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会随着处境、位置、利益的变化而不断调整。在没有冲突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显得温和；在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显得善良。可一旦需要做决定，人性就会慢慢露出它真实的一面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那些让你失望的人，真的都是突然变了吗？还是说在关系还没有走到关键节点之前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？你会慢慢发现，很多关系之所以还能维持，是因为还没有走到需要付出代价的地方。一旦需要取舍，
一旦需要承担后果，人性就会开始排序，而排序的第一位几乎永远都是自己。这并不是谁变坏了，而是人性本来的样子。在职场里，这种规律体现得尤其明显。刚进入一个环境的时候，大家目标一致，都是想站稳脚跟，把事情做好。那时关系往往最融洽，气氛也最和谐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位置开始分化，资源开始有限，机会开始稀缺，很多东西就悄悄发生了变化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开始变得谨慎，有些人开始刻意保持距离，还有些人突然变得格外忙碌。不是他们不念旧情，而是当利益和关系同时摆在面前时，人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。你越往后走，越会发现一个现实：职场里真正稳定的从来不是关系，而是规则。如果你把一切都建立在情分之上，一旦情分不再占优势，你就会变得非常被动。亲戚关系里，人性的表现往往更加微妙。很多人最难释怀的，并不是外人的冷漠，而是血缘关系里的变化。你过得不好，大家会安慰你；你过得普通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可一旦你过得明显比别人好，空气里就会多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不是他们希望你不好，而是比较一旦出现，关系就很难再保持原来的轻松。老祖宗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，只是他们从来不会用好听的话来粉饰现实。朋友关系也是一样，真正能走得长远的朋友，往往不是天天联系、无话不谈的那种，而是彼此之间没有必须要争夺的东西。一旦站在同一条竞争线上，关系就会开始变得紧张。不是感情消失了，而是位置变了。所以你慢慢会发现，人际关系里最稳固的状态，从来不是毫无保留，而是边界清晰。真正让关系长久的，不是热情，而是分寸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隐约意识到一件事，这些现象其实并不新鲜，只是我们以前不愿意承认，而老祖宗早就把这些事看得清清楚楚。只是他们没有用情绪去解释人性，而是用一句句看似冷静却极其精准的话，把规律直接摆在你面前。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这样一句：你年轻时可能听不进去，但经历过一些事之后，就会发现他几乎从来没有说错过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从来不是随口说说，而是经过无数岁月沉淀下来的经验。他们看透人心，并不是生来聪明，而是通过长期观察、生活经历和历史教训才得出结论。他们明白，人与人之间最稳固的并不是亲密无间，而是边界分明。这一点在职场、亲戚、朋友之间都能清晰体现。你越是年长，就越容易看清这样的规律。刚才讲到的种种现象，并不是偶然，也不是特别复杂，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逻辑：人性会随着利益、位置和选择而变化，而你所经历的失望，只是早晚会发生的必然。所以老祖宗说了一句极其冷静却又精准的话：利不可共，势不可同。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会觉得太现实、太冷，甚至有些残酷。可你慢慢经历一段人生之后，就会明白，这句话说的并不是教你算计别人，而是提醒你保护自己，让自己不被现实反复击倒。所谓利不可共，意思并不是不能合作，而是不要把所有利益绑在一起。一旦你把感情和利益完全混在一起，边界模糊，
关系就会开始变质。你越想讲情分，越容易受伤；你越不设规则，越容易吃亏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不理解这点，等到真正经历过几件事，才明白情分和利益是两个不同的秩序。而势不可同，则指当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必须分高下的位置上时，感情就会受到考验。你们可能一直是朋友，但一旦出现竞争、资源分配、机会选择，这种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张力。你越希望维持原状，越容易感到困惑和失落。老祖宗说这句话，不是让你远离朋友，而是告诉你，关系和位置要保持适度距离，才能长久稳固。如果你细细想想，其实这些规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。你在职场中看到的那些表面关系融洽的人，一旦升职机会出现，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会不一样。你曾经以为的好同事，可能会默默离开，或者在关键时刻选择保护自己。不是他们变坏，而是利益出现了，选择也出现了。你自己也一样，如果处在同样的境地，未必会比别人更高尚。人性从来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生存本能。亲戚之间的情况同样如此。你小时候可能觉得血缘关系天然带来信任和温暖，但慢慢你会发现，关系的本质依旧是有限的。你过得不好，大家安慰你；你过得比别人好，气氛就会变得微妙。你不必苛责亲戚，这并不是他们的问题，而是比较一旦出现，心里就自然生成层次。老祖宗早就看透这一点，所以从来不强调血缘的万能，而是用一句句冷静的话，让你明白关系的界限不可随意模糊。朋友也不例外。真正长久的朋友，并不是每天联系、无话不谈的人，而是在关键时刻不会让你为关系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的人。一旦站在同一条竞争线上，原本纯粹的关系就会被现实考验。你会发现，有些朋友只是陪你走一段路，而你不得不接受，他们无法陪你走完整条人生之路。这并不是背叛，而是自然的规律。老祖宗早就提醒我们，保持适度距离，并不意味着疏远，而是智慧。当你真正理解了利不可共、势不可同的含义，很多你年轻时认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就会变得清晰。你会发现，失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用幻想去理解现实。你会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绝对的亲密，而是一种平衡。在这个平衡里，你既要懂得信任，也要懂得保护自己。你既要保持感情温度，也要保留理性和分寸。这样，即便面对最复杂的人情世界，你也不会被轻易击倒。慢慢的，你会学会辨别不同类型的人，学会看清每一段关系背后的本质。你会明白，真正稳固的关系不是靠表面亲密维持的，而是靠双方都明白界限，互相尊重而形成的。所以，当你再次面对职场的复杂局面、亲戚的微妙态度、朋友的突然疏远，你会不再过于惊讶。你会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规律。你会学会在其中保持冷静和清醒，既不盲目付出，也不轻易伤害他人。这一部分的意义在于让你明白，看清人性并不是为了冷漠，而是为了不被伤害，让自己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能够稳住脚步。老祖宗之所以早早看透人心，是因为他们观察得够久，思考得够深。他们从不轻信表象，而是从行动、选择、态度中看本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看似成熟的人，并不是运气好，
也不是特别聪明，而是早早接受了这个现实。他们学会了分辨，学会了判断，学会了用理性和智慧去维护自己的生活。无论在职场、家庭还是朋友之间，他们都懂得把关系维持在一个安全、稳固、可控的状态里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事情看似冷漠，却非常必要。人性本无善恶，只有选择和条件。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不再需要用幻想去解释现实，也不再为不必要的失望和伤痛而困扰。你会明白，自己的人生必须由自己掌控，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正因为明白了这些，你才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少一些委屈，多一些底气。你会学会在必要的时候保持距离，同时仍然保持温暖。你会学会在合适的时候付出，同时不被利用。你会学会用智慧去平衡感情与现实，让自己在复杂的人情世界里保持独立和安稳。老祖宗的智慧总是冷静而精准，他们没有用华丽的辞藻，也不喜欢大道理，而是通过简单的几句话，提醒你如何看清人性，如何保护自己。只要你认真思考，就会发现，这些话一直都是你人生路上的指南针。当你真正开始理解老祖宗的话，你会发现，生活中几乎每一件看似普通的事情，其实都暗含着人性的规律。无论是职场、亲戚、朋友，还是日常生活，你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境。这些情境看似偶然，却都在验证同一个道理：利不可共，势不可同。记得很多朋友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过最让人无奈的事情，不是工作难度，而是同事间的微妙变化。刚开始大家合作无间，互相帮助，项目做得顺利，心情也愉快。可一旦涉及升职、奖金、资源分配，原本亲密的同事之间就会产生紧张、疏远，甚至开始默默竞争。有些人会选择退后保持距离，有些人会刻意努力突出自己，还有的人会在关键时刻忽然忙碌得见不着人影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，现在的行为已经透露出另一种信息，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做选择。很多人会感到失望，甚至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我以为的好同事，在关键时刻竟然会如此？可当你冷静下来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不是谁坏，也不是谁背叛，而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然的反应。利益出现了，选择也出现了，这本身就是规律。你可以批评，也可以感到愤怒，但无法改变这一点。与其困惑，不如理解，这样你才能在职场中游刃有余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依赖别人，什么时候必须自己扛过去。亲戚关系的微妙变化同样耐人寻味。小时候，你可能觉得亲戚之间理应亲密无间，因为血缘天然带来信任与关怀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发现，亲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。你过得不好，大家会安慰你，甚至提供帮助；你过得普通，大家会和你保持平常交往。可一旦你过得比别人好，气氛就会微妙起来。有人可能会口头恭喜你，心里却生出一些微妙的比较；有人可能表面上仍然客气，但态度和话语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疏远。不是亲戚变坏，而是人性在比较和利益的条件下自然排序。老祖宗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不强调血缘的万能，而是教你在亲情中保持清醒，懂得分寸与界限。朋友关系也同样遵循着相似的规律。很多人年轻时会以为
朋友是可以无条件依靠的，是人生的避风港。可慢慢你会发现，真正能走得长远的朋友，不是每天联系无话不谈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关键时刻不会让你为关系付出无法承受代价的人。你可能曾经并肩奋斗过，也可能一起经历过困难，可一旦出现位置差异、竞争或利益冲突，你会看到关系中的温暖和信任有时会被现实考验。这时候你会明白，不是朋友不真诚，而是他们在选择自己的路。你在选择理解时，也要保持智慧和理性，才能让关系稳定而长久。理解了这些，你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。你开始能够分辨哪些人可以全心交往，哪些人需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哪些关系可以投入情感，哪些关系必须保留理性。你会明白，真正稳固的关系并不是无条件的亲密，而是双方都清楚界限，互相尊重而形成的平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学会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保持清醒的心态。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境，你不再轻易被表象迷惑，也不再为表面的人情所困扰。你会学会用理性去观察人，判断局势，同时保持心理的温度。这样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稳健。你不会因为一次失望、一段破裂的关系而让自己陷入长期的负面情绪。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，看清人性，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冷漠，而是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独立，保持底线。你会明白，理解了这些规律，人生就会少很多无谓的冲突和失落，少很多委屈和误解。你会学会在付出与保护自己之间取得平衡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从容。现实生活中，这种智慧的应用无处不在。无论你面对的是职场的竞争、亲戚间的微妙、朋友间的距离，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人际交往，你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和策略。你会懂得什么时候该投入真心，什么时候该保持谨慎，什么时候该帮助他人，什么时候必须先保护自己。你会慢慢发现，智慧的核心并不是多么复杂的手段，而是能够清楚地看到本质，理解规律，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应用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不再被外界轻易左右。你不会因为一次朋友的疏远而彻底绝望，也不会因为一次职场失利而自责不已。你会明白，每一次看似不愉快的经历，都是人生给你的课题，让你学会判断，学会选择，学会自我保护。这些课题看似艰难，但正是它们逐渐让你成熟，让你在人性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从容。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人生不需要对每一件事情都全力以赴，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寄予过高期望。你会学会用智慧去衡量何时投入，何时收回。你会慢慢懂得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平衡，而你所能做的就是把握好自己的位置和底线。老祖宗早早看透了这一切，他们不指责，不抱怨，也不悲观，只是用一句简单的话，把规律摆在你面前，让你明白，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幻想而改变，但你可以用智慧掌控自己的选择。你会开始学会观察，学会判断，学会保护自己，同时仍然保持温暖和善意。这种智慧并不冷酷，它是人生长久稳健的基础。理解了这些，你会慢慢明白，自己在复杂的人性面前不需要惊慌，也不需要过分防备。你可以安心的生活，可以温暖地对待周围的人，但不会再因为幻想而受伤。你会明白，智慧与温暖并不冲突，而是相辅相成，
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稳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慢慢学会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源自内心的清醒和自我掌控。你会发现，越清楚人性，你的内心就越稳，越理解规律，你的生活就越安稳。你会学会在付出中保持理性，在理解中保持清醒，在关心他人时不迷失自己。人生的复杂与无常不再让你焦虑，因为你学会了用智慧和理性去应对，而不是用情绪去判断。当你真正掌握了这些智慧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生其实可以变得很简单。你不需要操心所有人，也不需要试图改变别人，你只需要保持自己的底线，遵循自己的原则，理解人性规律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这样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从容，你的心境也会越来越平静。到这一刻，你可能会问自己，理解了这些规律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会变好吗？答案是会，但不是立刻，而是缓慢而稳健的改变。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爆发，而是在每一次选择中慢慢积累出清醒与从容。在生活中，你会继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些人会让你惊喜，有些人会让你失望。刚开始，你可能会再次被伤害，或者感到迷茫。可当你回想起老祖宗的那句话，力不可共，势不可同，你会明白，伤害和失望并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提醒你看清界限，调整心态的机会。你会学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自己的位置，不被轻易动摇。你会发现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自然的。你不再盲目付出，不再对每段关系寄予过高期望。你会开始在职场中稳稳站住脚，不再因为同事的变化而慌乱，在亲戚间保持礼貌但不失底线，在朋友中既温暖又理性。你会慢慢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平衡，而你所能做的就是把握自己的分寸。慢慢的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安稳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不是外界赋予的，而是源自你对人性、对现实、对生活规律的理解。你会明白，越清楚人性，你就越能够保持平静，越理解规律，你就越能在变化中保持自我。这种平静和从容，让你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再迷茫，也不再恐慌。你会开始更善于分辨身边的人，知道谁值得信任，谁需要保持距离，谁可以全心交往，谁需要理性对待。你会明白，生活中很多看似冲突、看似不愉快的事情，其实只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。你会学会不抱怨、不愤怒，而是用智慧去应对、去选择、去保护自己。同时，你仍然会保留温暖和善意。理解人性并不意味着冷漠，而是让你在保持温暖的同时更加清醒和理性。你会学会在付出时不迷失自己，在关心他人时不被利用，在信任中保留智慧。这种智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也是你在生活中真正能够依靠的力量。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你会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可以走得很平稳。你不必为每一个失望而悲伤，也不必为每一次挫折而焦虑。你会明白，人生的关键不是改变他人，而是掌握自己；不是期待世界完美，而是保持清醒和从容。你会学会如何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立稳脚跟，如何在纷繁的世界里保持平静。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失望、挫折、困惑，其实都是在提醒你一个道理：
生活的智慧不在于掌控别人，而在于掌控自己。老祖宗用短短的一句话，把这个道理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现实时，能够更加明智，更加从容。所以，当你回头看这些年来经历的人和事，你会明白，失望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一直沉浸在幻想中，以为每个人都会如你所想。理解规律之后，你会对人性有清醒的认识，对生活有更深的洞察，也对自己有更稳固的信心。你会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永远的亲密，也不是绝对的冷漠，而是一种平衡，一种智慧的分寸。你会学会用温暖和智慧去面对世界，既不迷失自己，也不放弃善意。你会懂得，人生不必追求完美，但必须追求稳健。你会在每一次选择中积累自己的智慧和从容，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，也更加轻松。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观察和思考之后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成熟并不是看透之后冷漠，而是看透之后依然能够从容地对待自己和他人。你会发现，理解了人性规律的人，内心会更加稳固，生活会更加安稳，关系会更加和谐。你会学会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，让自己的生活既真实又从容。讲到这里，卢叔送你一句话：看透人心，不是为了远离所有人，而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能安稳地做自己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